延续上一次 Q3D 如何跟 HFSS 正确比较的主题，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讨论几个问题点。首先，我们来谈的是 Q3D 透过 Return Path Reduce Matrix 的后处理得到的 Loop RL， 并没有办法正确的反映在共振点上面 Z 会随着频率快速增加的这件事情，而 HFSS 可以。上一堂课我们也发现，如果是看 S 参数而不是看 RL matrix 的值，Q3D 算出来的跟 HFSS 在10分之λ里面其实蛮贴近的。以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看到 HFSS 在这个地方大约是4G 以上的 RL 结果，跟 Q3D 透过 Reduce Matrix 加 Return Path 看到的 RL 结果，在4G 以上开始就不一样。那我们就会想，如果这种例子在这个区域，我们透过 Q3D 算出来的 S 参数，那一样透过这个转换式来得到 RL 曲线 ，Q3D 跟 HS 的结果是不是就会更贴近呢？就可以 cover 在共振点上面的准度差异的这件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主题。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二件事是 Q3D 真的不能考虑 Return Path 随着频率变化而改变这件事吗？这边我特别打了一个问号，也就是上一次我们谈到的这个例子。我们说这个例子是用 HFSS 做的，在低频的时候 Return Path 直接截弯取值，而在高频的时候 Return Path 是走线下方。我们认真的来考虑一下这个例子，我们试着用 Q3D 做 ，Q3D 会做出怎么样的结果？它的差异跟 HFSS 会差多少？事实上 ，Q3D 是可以反映有差异的这件事情，只是它没有办法做得像 HFSS 这么好。我们今天就会把整个结果透过模拟跟各位有一个清楚的说明。我们以这个例子的结构来示范，这是一个长 2.2 英寸的么字形走线，线宽是10米尔，而这个走线的同厚是1米尔。我们看下面这两个图，这两个图同样都是 Q3D 做的，只是左边我是透过 Reduce Matrix 后处理得到的 RL 随频率的变化，在0到 0.1G， 右边是透过 Q3D 求解完后，以 Dynamic Link 的方式，在 Designer 里面透过 Linear Analysis 看到的结果，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式去做 RL 的转换。各位可以看到两边几乎是一模一样，这个是在共振点前。那如果我们看0到 1G， 也就是考虑共振点的时候，这个结构它的共振点大约会是在800-900 Mega 左右。这两个图都是 Q3D 做的哦，可是各位看右边，明显就可以看出来，即便是 Q3D 解的结果，只要是透过 S 参数或者是 Dynamic Link 到 Designer 里面去呈现的方式， Q3D 解出来的结果也可以反映在共振点上面 RL 也就是 Z 剧烈的变化的这个特性。可是 Reduce Matrix 这里只透过简单的 L1 加 L2 减掉2倍的 L12 的这种 Ramp 的公式得到的 Loop RL，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反映共振点的特性。所以到这里我们就有一个结论， Q3D 如果我要让它来解共振点附近的 RL 的话，透过 S 参数来呈现，会比透过 Reduce Matrix 来做好很多。接着我们来看 Q3D 能不能考虑 Return Path 随着频率上升而改变这一件事情。0到 0.1G 这个地方 Q3D 算出来的，不管是透过
RL matrix 的 return path reduce matrix 来做，或者是透过 S 参数的方式来转换来看。Q3D 事实上是有反映出 L 随着频率的变化而改变这件事情。这张图是 HFSS 做的 ，HFS 也是这个趋势，两个乍看很像，可是当我们把它叠起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差异了。我们来看一下差异在哪里呢？主要在这里。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你在 Q3D 算的时候啊，它的 RL 开始变化的点，也就是 R 开始上升跟 L 开始下降的点啊，大约是一致的哦，大概在这个地方，可能50K 到100K 之间。可是 HFSS 做的结果是这条绿色的线跟这条蓝色的线，你就会看到 HFSS 的 R， 也就是蓝色这条线，在开始抬升的频点啊，在稍微高频一点的地方。那这个 L 呢，在开始下降的频点是在稍微低频的地方，也就是我的 RL 开始偏离低息值的频点不太一样。所以各位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提到，L 随着频率的变化而降低，背后有2个物理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基夫效应。如果你是这种例子的话呢，通常 L 开始下降的点会跟 R 开始上升的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比较像右边这种状况。那另外一个效应是，也就是这个例子 ，L 降低是因为回流路径的改变，所以 HF 在这里，这个 R 上升大约在比较偏右的地方，可是 L 下降却是在比较低频，就早一点开始发生了。所以在 HF 做出来的这个结果，事实上你会发现，跟 Q3D是有点差异的，尤其是在这个地方。而且呢 ，HFSS 做的结果 ，L 会比较低，而且还低蛮多的。意思是什么 ？Q3D 做的结果啊，低息的 L 跟稳定的 AC 的 L 差异，跟 HFSS 做的低息的 L 跟稳定的 AC 的 L 的这个差异 ，HFSS 做出来的差异会比较大。也就是说 ，HFSS 在反映 return path 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变化，而进而改变 loop area 很大的这一件事情 ，HFSS 考虑的是比 Q3D 好的。Q3D 只能透过 mutual 的 RLC 来计算它的，我们说是类似像临近效应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可是 HFSS 是 full wave solver， 所以在这一点的表现上，我们在这里就看出一个差异。所以 Q3D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模拟或反映这个现象，只是它的结果没有办法像 HFSS 这么好。再来想这个 R 这边的差异，这个怎么来的？第一个时间看到这个差异啊，我们可能会想说Q3D 在计算 AC 的 R。不用布很密的网格，可是 HFSS 这一题我们为了让它低息很准，所以我们这一题我们是用 Solver Inside，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那 HFSS 有 Solver Inside 的话，这里在进入基夫效应的时候，准度可能会受 Mesh Quality 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说那这个可能是网格质量的关系。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看0到 0.1G， 我们看0到1G， 这个是 Q3D 做的，透过 Reduce Matrix 做的，这是 Q3D 透过 S 参数做的。好，那我们来看这里，可以反映出共振，而且高频。对比一下，如果这张图我用 HFSS 来做，你会发现它高频高到大约是300 mega 以上的时候，我的 R 或者是 L、HFSS 跟 Q3D 是很贴近的哦。反而差异比较大的是大概在这个区域，大概是20-30K 到200-300 mega 这段区域，反而 HFSS 跟 Q3D 有差。我更高频的地方
没有差所以这看起来不像是肌肤效应的 mesh 的差异造成的。那在 DC 也没有差因为 HFSS 我是用沙文影赛，所以 DC 也很准。所以这里的差异我认为还是主要在于 HFSS 能够很精确的考虑 return pass 随着频率增加而改变 loop area 也会变化的这件事情上面 HFSS 考虑的是比 Q3D 精确的。所以你看 HFSS 这里的 R 是往右的一个趋势， L 呢绿色的线是比较往左偏的一个趋势，所以这左右就拉开了。而 Q3D 呢，你看它这个绿色的线跟红色的线，你会发现随频率变化的开始的点是一样，它似乎是只有考虑肌肤效应的影响而已。